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厄加特螃蟹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刷野抓人思路。螃蟹的话，它是玩上单位的，以前是啊，然后这位绝活哥的话，后来现在是吧，变成了打野位的一个打法了，说明一个点，线上可能不是很理想吗？就线上其实有可能是线上好打，但是不好赢，会不会这种可能呢？也不排除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他打野位的一个，而且他打野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厄加特这个英雄，他其实不缺伤害的。他只要 W 血满了以后啊，他这个伤害是很容易出来的，甚至在团战的时候，只要他不是说吃到极火的一个伤害的话，他这个伤害其实还是蛮猛的。然后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很多英雄都会选择带相位这个符文，既有技能 CD， 也能跑路跑得快一些。然后是主 W 负 E 的一种玩法 ，E 技能主要是有一个位移，然后呢有个护盾，所以啊学 E 会好一些。出装其实跟之前也大差不差了，就是黑切搭配这个后拜这两个作为一个核心装备。而且这个英雄，你要玩打野位，其实我整体下来，它就是不是拿来作为一个核心 C 位去玩的，它只能就是说作为一个这边直接大招啊，远程只要到斩杀线，其实它这个可以超远程的去锁敌啊，只要到斩杀线，它就可以是吧，直接把人拖回来，直接斩杀。而且斩杀的话，斩杀完以后，附近的敌人是有一个恐惧效果的，所以如果你队友除了上单或者打野位是个厄加特的话，你要做好一个后期你要选一个后期能兜底的英雄，他这个英雄其实在后期是不算特别强。如果说你中单和射手位是吧，都两个选个前中期的，后期没那么强的英雄的话，打到比如一旦失误或者说被人拖到后期的话，就不好打了。像这一局，其实对面有天使、有火男还有维鲁斯这种，除非就是全程压到底，如果稍微拖久一点，到后期就没那么好打了。而且还有个对面是全后期阵容这么爆炸吗？线上还被维鲁斯，我觉得是前中后期都强这英雄只要搭配一个硬辅是吧？那他可以强得很离谱。日女我也不能叫日女，我怕之前不是那个女生说日女不好听嘛，要叫女坦。女坦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女坦这个英雄其实蛮强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版本和就是后来，反正辅助出来以后很多都宁愿去玩软辅或者说功能性辅助，都不愿意去玩女坦这个英雄雷欧娜。像
螃蟹的 Q 技能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作用。Q 技能如果能 Q 到，肯定会有个小减速，但大体来说没什么用。顶上来大招，斩杀线的话就是能杀一个人，反正大招能杀一个就可以了。就团战啊，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能大招把对方斩杀掉一个就够了。后续的话就要保证自己的血量，然后能有输出空间，就是说你站在队友附近，然后保证自己的这个被动啊能打出来这个爆输出，就 OK 了。厄加特不需要承担一个开团的一个作用。你看他追人都追不到 ，Q 技能又有个很重的延迟。但他打野怪的那个主要有被动的这种情况下，他这个刷野的能力是真的很快。他刷野速度算是比较顺畅的，而且无论是单体还是从 AOE 角度来看的话，都是很不错的。你看他这个刷红 buff 的，已经可以赶上螳螂了，我觉得。但螳螂有个点就是他刷单体快。他 AOE 伤害是几乎没有，一旦被人留下来，厄加特就很难受了，所以他很吃队友。在满级以后的 W 技能是可以一直开着的，就不会说啊要 CD 才能那个开了。开着 W 的时候，那个被动伤害，就他这个圈圈的这个被动伤害，就腿上那个炮，就会非常的更多伤害。看扛不住，整体来说还是只能说作为一个战士去玩这个英雄。这一套被动的伤害就是一个蓝红 buff， 而且他 W 到后期以后是吧？就是满级以后，他的 W 的这个回复被动的回复快很多。主要还是靠这个 W 的这个伤害，然后就大招减 CD， 他没有太多的输出那个太多技能输出什么的，所以他的输出其实就是靠 W。然后你打螃蟹的话，只要把他的 W 的输出不要被他黏住，打一套就 OK 了。要么就是喊队友过来，激活秒他就可以了。而且螃蟹只要被抓，不要被控住啊，就没有太多的手段能跑开的。因为他没有过强技能。然后你看他带的是疾跑嘛，疾跑的话打野肯定带疾跑会更舒服一些。但如果
你带闪现的话 ，CD 好长。庞撇本来就没有太多追人的技能的，就靠一个 E 技能，这个 E 技能还很笨的那种感觉。现在小龙是不是加强？小龙加强以后，感觉强好多，特别是火龙魂，我的天啊，更要去拿了。空到，但大招应该是要给对面 C 位会更好。哦，完了，扛打扛死了。其实要等这波小兵进塔，再去越这个塔会更好。说实话，玩得很随意啊。这样的话，说实话，打到后面就没那么好打了，因为对面有天使。天使准备2件套了，应该推完这个下。哦，他下路塔没去推。8004应该是可以做第2件的，2件套做出来，他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发力了。但真正要发力，还是等级到了13级。开机跑过来。这里的话要快点把这个龙给秒了。跑回来，所以其实厄加特就你要怕他伤害的话，你就不要被他 E 技能 E 到，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，他的伤害就打不全。像打厄加特这种阵容的话，有个很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选长手的，一直去 poke 他吃不住伤害的，除非他玩肉，他玩肉的话，他伤害也不高。就不能像现在这种他这种出装的这种伤害那么高。他只要伤害，比如说被动的话，能打出5个被动，同时打在一个人身上，那确实很疼。哇，对大道了，那应该是活不了了。对面交了2个大招，哎。还活下来了，灵活的胖子。哎，直接锁回来。
这里的话可以看到229的自适应伤害，有那个 AD 加成和那个 AP 加成，得看你是哪边的。如果射手的话，他那个自适应的话，应该会伤害会更高的。这个大招，看个烟花，啥人都没打到。再把大龙拿到，那有龙魂，有大龙 buff， 这波应该是挺好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螃蟹这个 W 技能啊，它这个就是被动这个，它打这个眼的话是真的挺快的，攻速快。日本开团了，大招锁一下，但被盖伦的大招给斩杀了。这里面有时候会对方如果队友有那种斩杀技能的话，同时放一个人身上，他是会被别人抢掉，就是相当于冲突了。这个石头人，他不是被这个大龙打死的，好像是被那个维鲁斯一个 Q 射掉了。因为他刚刚站在大龙圈外，那里是吃不到伤害的。这里面为什么要推荐是做自然之力的原因也一个点就是怕被 AP 直接一套秒。这剑圣是没什么发育的，盖伦都打不太过。这里只需要分带就行了。手都不算特别长，只有近的话能远程poke一下。石头人空大招。近的英雄起来了以后，后期确实不弱。随着版本的一个变化，它其实在后期的能力啊，就是秒人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到位了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